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介绍的内容呢，从最初以这个 Messari 2022的 Crypto Thesis 讨论为起点，到介绍了比较主流的一些公链，还有一些 Crypto 相关的基本面，以及 Terra 的崩盘，还有 Web3，然后 DAO 的介绍。希望我们过往中制作的这些内容，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那今天我和 Gary 打算制作关于这个 Crypto 加密世界中的一些有名的创始人的创业经历，那做一系列的这种视频，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创业者的故事，那为大家拉开对加密世界更深度的一些了解。那本期我们第一个将会从开始介绍著名的这个币安交易所的创始人赵成鹏 CZ 开始，讲述一下 CZ 的背景以及他的来历，然后还有他是怎么一步步创建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心化交易所币安的。这个正在接受采访的人便是今天要说的主角赵长鹏。赵长鹏出生在江苏，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1980年代末随父母移民到温哥华，曾在麦当劳打工，之后考入麦吉尔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大学毕业后追到东京，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实习，开发匹配交易订单的系统。后面又去到纽约，在彭博有限合伙企业从事期货交易软件开发。2005年，他回到上海，创立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为经纪人打造的高频交易系统。不难看出，这两份工作都是未来 CZ 的心血结晶 Balance 的重要经历，并在他的成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8年后的2013年8月，在一场扑克牌局上，赵长鹏开始接触数字货币。当时的赵长鹏在小圈子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他一起玩扑克的两位朋友，当时在币圈都小有成就。一个是比特币交易平台 BTCC 的创始人李启源，一个是光速创投合伙人的曹大荣。曹大荣对赵长鹏说：“你应该投身于比特币或区块链创业。”李启源也建议李长鹏把10%的净资产投入其中，翻倍的可能性很大。2014年，听进去朋友话的赵长鹏卖掉了上海的房子，全仓投入比特币，但入手之后，比特币的价格一路下跌，从$600跌至$160一枚。那2年，赵长鹏几乎损失了房子价值的2/3。体会到数字货币魔力的赵长鹏，随后开始了一段快进快出的经验学习生涯。先是加入加密货币钱包 Blockchain， 负责产品开发，后又进入徐明星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OKCoin， 担任首席技术官以及联合创始人。在 OKCoin， 赵长鹏结识了此后影响他多年的一个女人，被称为币圈一姐的何一。2017年离开 OKCoin， 成立自己的公司币安，并担任首席执行官。离开 OKCoin 的赵长鹏野心出现，他想做一个自己的交易所，但他并没有急于成立交易所，而是创办了一家比杰科技公司，生产基于云的交换软件。2017年7月，币安成立，并在首次代币发行中融资$1500万。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币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成立不到1年，币安就获得了泛城资本和黑洞资本的数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而且吸引了红杉资本和 IDG 资本的目光。据36氪报道，2017年8月25日，红杉资本和币安洽谈 A 轮融资事宜，如果达成协议，红杉资本将获得11%的股份。然而，赵长鹏却在2017年年底接触了 IDG 资本，并谈到了融资协议。红杉资本不干了，以违反排他协议起诉币安，而币安解释称，双方洽谈的不是 A 轮融资，而是 B 轮融资。在当时的回复中， IDG 在 B1 和 B2 轮对币安的估值分别为$4亿、$10亿，而最终结果也是币安胜诉。2018年2月，福布斯杂志将他列为数字货币首富。2018年5月，其身价超过$13.9亿。2018年，赵长鹏曾表示，以太坊、Tezos、EOS.io 等现有的公链都不会取得成功，因为速度太慢。同年12月4日，币安在官方推特公布将在数月内启动自己的区块链币安链。而针对最近惨烈不堪的熊市情况，赵长鹏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强调
币安在熊市中的运营状况相当良好，另一方面也激励众人，牛市的到来是迟早的事。2021年12月，赵长鹏凭借900亿美元的身价，超过了原先榜单第一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成为华人新首富，并跻身全球10大富豪之列。但是 CZ 对此并不以为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便说道，没有流动性的估值都是空谈，并说到自己并不在乎估值，更不在乎排名。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对那个赵长鹏也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下面我来分享一下币安发展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轶事。赵长鹏和币安快速发展的背后，少不了币圈一姐合一的助力。2017年7月25号，币安在自家交易所上线 BNB， 导致 BNB 价值迅速缩水20%，那是赵长鹏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而随后，合一以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营销官的身份加入 ，BNB 的价格应声而起。入职半个月 ，BNB 价格从0.149美元翻涨超20倍至2.57美元。在踏入币圈之前，何一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主持人。2014年，在一次酒局中，何一被徐明星说动后加入 OKCoin，一路从副总裁做到了联合创始人，掌管 OKCoin 的品牌、公关、大客户团队、线上线下活动等。据媒体报道，当初赵长鹏也是被何一说服，才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 OKCoin 的。这才有了后来两人从 OKCoin 离职，创办并壮大币安的后续故事。但就在2019年币圈迎来一波政策利好的同时，徐明星突然和昔日战友何一撕了起来，发微博爆料称他们两口子和我一个人合伙创业，这怎么能持续？公司有明确的规定，内部谈恋爱必须有一方离职，他作为高管带头打破公司规定，现在再扯这些事，也不能彰显他的职业道德或者合伙人精神吧。不管怎么样，没有我就没有他现在的婚姻，这点他得感谢我。这里的两口子暗指赵长鹏和何一。要知道2015年的赵长鹏已经是已婚人士，何一很快做出了反击，否认了和赵长鹏的恋爱关系。此后专心发展币安的两人也不断被爆出割用户韭菜的消息，如币安强制穿仓导致用户道歉币安钱，私通国外用户107个比特币事件，币安智能链多个项目跑路事件，2100万个比特币数据压盘事件，以及合约市场拔网线恶意爆仓事件等等。如此多的负面消息给币安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现在看来，这些影响都只是币安成长路上一个小小的绊脚石罢了。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下关于捐赠自己财产的事情。CD 也是表示会捐出自己绝大部分的财产，和马斯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彭博社报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比斯利10月初曾发文呼吁马斯克等世界富豪捐出2%的财产，即60亿美元，即可帮助全球4200万人口不会被饿死，并随后在更多场合重申这一观点。比斯利表示，60亿美元只是马斯克单日财富增长的数字而已，并催促马斯克尽快行动，称这项邀请很快会过期，毕竟人命关天。马斯克对此也是通过推特做出了回应，称如果世界粮食计划署能够在这个推特上，准确描述60亿美元将如何解决世界的饥荒问题，我将立即出售特斯拉的股票，并且来捐赠。但它必须是公开透明的会计方法，让公众可以准确的看到这个钱是怎么花的。比斯利随后也真的如马斯克所愿，发出了详细的一个善款计划书，但是后面马斯克迟迟也没有去跟进这件事情。不同于马斯克的被动逼捐，赵长鹏反而主动向媒体表示自己是真的打算捐出大部分的财富，这一比例最高可能会达到99%。后面在接受彭博的采访的时候，赵长鹏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下面我们来说说币安为什么最后会离开中国。而在2017年8月下旬的时候，赵长鹏开始听到谣言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加密货币交易所，包括币安，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有时那些引起政府不必要关注的互联网公司会被请去喝茶，与政府官员一起解决问题。赵长鹏一直相信着谣言，但谣言越来越密集，所以他认为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得提前采取行动。赵长鹏最终还是选择了撤出中国，他们将币安的所有数据转移到总部位于美国的亚马逊服务网络 AWS， 以此躲避中国的防火墙。当时币安有200多台基于云计算的服务器，由中国企业集团阿里巴巴托管，它的大逃亡并不危险，但这在技术上却很困难，也很耗时。最后在8月29号的晚上，这个团队把自己逼到了极限，把所有的东西都上传到了 AWS 上。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完工了。最后赵长鹏把他的团队也搬离了上海。团队中的一些人是中国公民，需要签证，所以组织起来花费了一点时间。最终他们全都去到了日本，
日本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已经将加密货币合法化了。赵长鹏相信，在日本将会有助于币安的发展。好，谢谢 Gary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关于 CZ 还有他的这个币安的创业的一个故事，还有他的一些前的一些轶事吧。那正好借这个视频，那我也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CEX 和 DEX，也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基本的运作方式。然后呢，相信经常在这个投资 crypto 的朋友们已经都耳熟能详了。这个回顾呢，也仅是为了那些没有听说过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主要就是快速的过一下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它们各自都有什么优劣势。那像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币安、Coinbase、Crypto.com 还有 Kraken 等等，这些都是中心化的交易所。那运作方式类似于这个股票交易所，但是像这个 Uniswap，然后 DeFi Swap，还有 Banker 这些就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没有中间的中介商。根据这个 KPMG 的报告呢，截至今年，也就2022年的2月份，全球95%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量呢，其实都还是被中心化这个交易所主导的。那币安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中心化的这么一个交易所，那差不多每天它要处理200亿美金左右的这个交易量。OK，那中心化交易所呢，基本上是跟目前的股票交易、FinTech 这些交易所的运作机制是基本一致的。那用户开户后呢，将他的钱存到这个交易所的热钱包上，然后并托管给交易所。中心化交易所呢，会根据买和卖的这个订单来处理这些交易。然后呢，他们也本身作为一个做市商的 market maker 的角色，来对接买单和卖单，然后根据供给的这个关系呢，来实时更新价格，并且为市场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流动性。整个交易的过程呢，都是通过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些系统。但同样，那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心化交易所上可以完全快速的完成这些瞬时的交易和转账，但在区块链上的转账就要花很多时间？那其实，在交易所中的这些交易呢，并不是实际发生在区块链上的，在这些中心化交易所中，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只是通过他们的后端系统去做记账。那你需要将他们来匹配这个每个账户所做的交易，更像是说他给每个账户都写一张欠条，所以只有当你入金或出金的时候，他们来匹配每个账户的所做的交易，那就更像是给每一个账户写一张欠条。所以只有当你入金或出金这个加密货币的时候，这些交易才是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也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需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加密货币从自己的钱包中转账到这个交易所中的这个热钱包中，或者说你出金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你在交易所热钱包里边的这个加密货币拿出来的时候，这个交易所它会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钱包地址转账到你这个私人钱包地址中。所以只有这部分是被记录在链上。说到这里呢，实际上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呢，实际上就是去掉这个中间商来记账的这个环节。那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是孪生在区块链上的。那买家和卖家是直接对接转账。那主要呢是通过将这个交易的规则写死在智能合约中。那流动性的提供呢，则是通过这个自动做市商，也就是 AMM，通过一些非常复杂的定价的方法以及这个算法来记账，然后并且去对家这个买家与卖家，所有的这些交易呢，都是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那我们了解了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不同的运作机制后呢，那就不得聊一下他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那在我们投资选择用哪种交易所的时候，那他们的优缺点也是我们需要去足够来考量的。那首先呢，对于这个 CEX 就是中心化的交易所来说，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高流动性。由于中心化的记账与做事呢，像币安这样的高效的交易系统与它的受欢迎程度，为这个中心化交易所提供了非常高的这种流动性，从而永远都有买家和卖家瞬时的可以有高效的这个交易和匹配。那第二个优点呢，其实就是 CEX 它支持用法币来去购买加密货币，或者说卖出加密货币换成法币，那么像美金这样的服务。那这部分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中呢，就是完全无法实现的，那只可以做这种加密货币之间的这种 swap 或交易。那中心化交易所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 UI 其实更易使用，那它的用户体验呢，相比这个去中心化的就是更好用。那对于这些新手非常友好。
那它第四个优点其实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可以提供更多的这种交易的功能，比如说杠杆交易啊、质押、借贷等等，它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可以你一键点，然后你就把你的资产去进行这个理财的一些方便的功能。然后那说完它的优点，有比较两个大的缺点，那就是第一个是它这个 KYC，也就是叫 Know Your Customer，充分了解你的客户这么一个政策。那一般在这个传统的金融机构中呢，都是必须要去来执行或者服从的。所以在中心化交易所注册账户是要求完全的这种身份认证以及实名制的。那这个主要是根据各国政府相关的从事金融服务的这么一个合规。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去反洗钱，还有来确保这个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所以中心化交易所呢，相对就没有那么的隐私化。那另外一个缺点呢，实际上就是它 centralization 中心化的本身的一个缺点，因为它的这个运作方式呢，就是说你这些热钱包都是被这个交易所拥有，你的资产是托管在这个交易所。所以，如果币安遇到突发事件或者暂停了一些它的出金服务的话，包括像暂停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例如这次 Terra Luna 的暴跌事件啊，我们可以看到币安当时设定了地板价，然后并且不断的这个暂停 Luna 和 UST 的交易，并且在后续这个空投的时候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差异，然后也给投资人带来了大量的损失，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风险。那相对于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就是去到中间商来管理和处理这些交易，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呢，完全是在这个区块链上进行的。那 DEX 也就是的优点大概有三个，那第一个就是匿名性，还有它的这个隐私性。就像本身就在区块链上一样，所有的这个交易呢，只需要钱包地址，并不需要对背后的买家或卖家做这个身份验证。但这也同时呢，会让很多洗钱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然后难以追踪。那第二个优点呢，实际上就是说，资产相对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呢，它是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不需要去把你的这些钱去托管给这个交易所，然后你这些转账的行为直接都是从你自己钱包中去来操作，所以它可以避免像中心化交易所的那种托管的风险，并且在 DEX 上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呢，这个手续费也是比这个 CEX 低一些。那 DEX 的第三个优点就是说，可以让用户更便捷的进入这个 DeFi 中接触和去投资这些去中心化的金融衍生品。可以说 DEX 就是 DeFi 的一部分。那相对于中心化的这些交易所呢，用户可以直接到就是纯粹的这些 crypto 加密世界中参与到整个加密世界的生态，进行质押或者说借贷，然后投资交易。那因为去中心化交易所呢，才是这个实际土生土长在这个区块链上。那当然，目前由于区块链的发展还是在一个很就是快速啊，并且早期的阶段，那很多部分都是不成熟的。那 DEX 自然也有几个显著的缺点。那第一个，并且也是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交易速度太慢。由于每个交易，那你还是都需要区块链上由矿工来去花时间来计算和验证，所以整体上 DEX 的交易速度都很慢。尤其是像目前以太坊还没有进行完成升级，那仍然用这个 POW 的机制，那导致交易速度呢变得非常慢，并且你需要交这个昂贵的 gas fee。那第二个的缺点呢，就是说 DEX 上的交易选项比较限制，并不像中心化交易所有那么齐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 option。但是目前很多这个 protocol 呢还是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在未来应该也会看到更多和更成熟的一些交易选项。最后的一个 DEX 的缺点呢，则是相比中心化交易所更差的这个用户体验以及便捷度。那目前 DEX UI 设计的其实都蛮复杂的，然后它的这个交易界面很多都是让人产生疑惑，所以说对新手和没有接触过 crypto 的投资者来说，就是非常的难以上手以及不友好。OK，那这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有内容。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介绍 CZ 创立币安的经历，以及对这个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的回顾，那可以让你对加密货币的交易呢的了解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下一期视频将会介绍 Coinbase 的创始人 Brian Armstrong 的一个创业经历。那敬请期待。最后别忘记点赞、分享，然后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